朋友们，大家好！自新年以来，越来越多国家领导人往中国跑，就像有德语媒体评论区的网友说的那样，好像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心。巴西总统率领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华，属于比德国外长访华更重大的国际新闻。德语媒体当然也给予报道。今天咱们来看看德国电视2台以及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还有网友评论。德语媒体自己都说了，卢拉访华盖过了德国外长访华的风头，这点好歹德国人有点自知之明。我们先看德国电视2台的报道。新的联盟，为什么拉丁美洲的左派要寻求靠近中国？在超级大国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中，北京在拉丁美洲找到越来越多的伙伴，相应的，美国和欧洲正在丧失影响力。现年77岁的巴西总统卢拉，利用他对中国历史性的和充满期待的访问，向美国发出明确的信息。这个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自年初以来由这位左翼政治人物执政，正在示范性的寻求向中国靠拢。同时，卢拉质疑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卢拉问道：谁决定了美元是决定性的货币？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一样，中国也属于所谓的金砖国家联盟的新兴国家。金砖国家希望更加独立于美国，他们的开发银行今后将由罗塞夫领导，他和卢拉一样来自左翼工人党，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巴西总统，他的任务将是使这个多国联盟更加独立于美元。来自哥伦比亚卡利的伊塞西大学政治研究教授弗拉基米尔·卢恩斯基说，这与金砖国家的战略相一致。金砖国家希望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处于主导地位。巴西和中国公司之间的更多贸易，巴西圣保罗国家报认为，美国对该地区权力的逐渐丧失负有部分责任。该报本周写道，卢拉从美国空手而归，将带着满满的行李箱从中国回来。该报提到了巴西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众多协议。德国之士补充，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总理出访了巴西及其他南美重要国家，当然主要是去寻找能源及其他资源，因为用德国方面的话说，德国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好，我们继续看德国电视2台的报道。与此同时，欧盟与南美的自由贸易条约谈判已经进行了20年，而中国正在缔结具体协议。中国为左翼的洪都拉斯提供基础设施项目。几周以来，洪都拉斯也成为中国的新伙伴之一。这个由左翼政治人物卡斯特罗统治了1年之久的中美洲国家，结束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该国政府有了具体的希望。洪都拉斯外交部副部长托雷斯将新的伙伴关系与具体的愿景联系在一起。结合洪都拉斯的情况，我们将推出一个可能的投资组合，这可能对中国资本具有吸引力。当地媒体援引托雷斯的话说，朋友们，我们现在看这个原声阅读。去年10月，德国电视2台播出了这个节目，大意是：中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自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不安。这对两国关系有什么影响？从短短1-2句话来看，此类节目肯定是负面解读中俄关系的。好，我们继续看卢拉访华的报道。他说，已经与中国讨论了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能源项目。此外，还涉及提升港口吞吐能力和货物的流动性。玻利维亚对美国和欧洲极度不信任，对美国和欧洲的不信任在玻利维亚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左翼的安第斯国家拥有丰富的锂矿，这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所必不可少的。玻利维亚前总统摩拉莱斯与他的继任者和社会党的党羽路易斯·阿尔塞正在进行权力斗争，并可能希望在2025年再次参选。他宣布了开采这种令人垂涎的原材料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并认为欧洲和美国应对该国的国内动乱负责。中国在玻利维亚的锂矿上获得先机，这背后是中国这个帝国对原材料锂的渴望。然而，现在中国已经在锂矿勘探方面取得了头位。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目前只剩下旁观者的角色。然而，北京正在扩大其精确的战略，在拉丁美洲逐意建立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到目前为止，作为反制，
美国和欧洲无法提供类似概念性的东西。德国电视2台的报道就到这里。德国电视2台官网没有评论功能，但它的推特上也有这条新闻及评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观众及读者评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西方只是把全球南方国家作为殖民主义的延续来剥削，进步价值观的西方称之为后殖民主义，并简单的继续这样做，只是价值观变得更多了。我似乎可以理解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不喜欢西方。下一位，我想给出答案，因为他们不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一位，因为中国践行的是双赢模式，基于平等的贸易与合作，双方都受益，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单方面剥削全球南方后殖民主义，任何反抗者都会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裁、战争或政变所征服。下一位，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巴西将落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他们正在西方银行前排队，以获得过渡性贷款。为什么人类不吸取教训，而一次次重复错误呢？下一位，他们为什么寻求接近中国？因为他们不想和西方的混蛋打交道。西方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所以他们希望稳定，希望获得发言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德国很快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下一位，好吧，德国电视2台呀，确实还存在一些有头脑的国家。下一位，因为他们顾及人民的利益。下一位，因为他们都极度厌烦美国佬了，没有人喜欢战争贩子。下一位，因为欧盟完蛋了。下一位，中国优先，耶。下一位，因为他们担心这个，然后呢就会贴出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的照片。下一位，卢拉以前可是德国政界和主流记者的最好的朋友哦。下一位，更多的国家看到美国和欧洲为了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而处于不利地位，然后他们为了自保而结盟，成为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现在西方该反思了。下一位，这称之为平等的外交。下一位，因为意识形态不是成功的秘诀，德国的公共媒体永远不会想到这点。下一位，大家早就知道美国佬不是什么好的诚实的商业伙伴，只有脑残的欧盟政府不知道。下一位，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在摇摇欲坠，德国需要为美国付出更多，德国政客们加油啊！好的，朋友们，德国电视2台关于卢拉访华的观众及读者评论就翻译到这里。大家一定发现了，推特上网友的评论几乎一边倒的在批评及挖苦美国、欧洲及德国自己，肯定巴西及中国，与纯德语网站上的读者评论画风完全不一样，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民进周刊的卢拉访华报道。这是一条收费新闻，我们来看标题及开始的部分，已经非常明了。巴西倒向中国，卢拉如何在北京吓唬西方，对美国的失望，受中国的引诱。几十年来，巴西在外交政策上是中立的，但在卢拉的领导下，这个国家正在转向北京。这位总统的目标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因为这是收费报道，所以就不能往下看了。但是光看标题以及开始部分已经很明了了，对不对？就是说从西方的角度看，他们非常不甘巴西转向中国，可是形势比人强啊。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对卢拉访华的报道。卢拉希望与中国进行更多贸易。在访问中国期间，巴西总统卢拉的重点是改善贸易关系。在上海这个金融大都市，他批评了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中国和巴西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巴西总统卢拉会晤时说：“我愿意与你合作，从战略上开启中巴关系的新时代和新未来。”根据该报道，卢拉说，这次中国之行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在美洲以外的地方访问，反映了两国关系的特殊重要性。没有人会阻止巴西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卢拉说。为中国提供更多的巴西肉类。据巴西外交部称，中国和巴西在贸易、金融、
太空探索和科学领域签署了15项协议。据巴西媒体报道，这些协议涉及的投资金额近100亿欧元。例如，将增加对中国的肉类出口，并将联合生产、检测亚马逊地区的卫星。乌克兰的战争也是会谈的一个主题。据说双方一致认为，对话和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能途径。卢拉批评美元的主导地位。卢拉周三与一个大型商贸代表团一起抵达中国，首先访问了上海这个金融大都市。在那里的一次演讲中，他批评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他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货币进行贸易？谁决定是美元？我们需要一种能让各国处于更平和状态的货币，因为今天如果一个国家要出口的话，必须追逐美元才行。中国和巴西在3月下旬已同意允许更多的贸易直接使用本国货币，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这个拉美最大国家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好，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就到这里。与德国电视2台一样，德国电视1台的官网也没有评论功能，但它的推特上有这条新闻及评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观众及读者评论。那他应该明白，与邪恶的人为伍，他就不再是自由的，他被迫小心翼翼。下一位，砍伐更多的热带雨林，没有谴责普京，不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习近平最好的兄弟？好吧，亲爱的德国主流媒体和政客们，你们是不是已经希望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回来？下一位，他被允许与习近平会面，而贝尔伯克只被允许与一些中国朝臣聊天。德国只是点评，贝尔伯克只是业余外交部长，而人家卢拉是南美最大国家的总统，这就是区别。你眼红也没用。下一位，但大家都认为这很好，因为他是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下一位，施泰因迈尔和谢尔茨是多么成功啊！他们是第一个祝贺这个左翼社会主义者卢拉的人。显然，同志们再也靠不住了。德国知识点评：施泰因迈尔和谢尔茨都是德国社民党的人，前者为德国现任总统。下一位，朋友们，在翻译这位网友的评论前，我想给大家讲讲德国人对砍伐热带雨林与吃肉的理解。德国绿党的理论是这样的啊，生产肉类要消耗很多资源。比如在巴西，必须通过砍伐大量亚马逊的雨林来种植更多粮食及饲料，因此吃肉的人就是导致亚马逊雨林减少的罪魁祸首。德国绿党不仅呼吁不要吃肉，甚至还道德绑架吃肉的人。好，知道这个背景后，现在翻译这位网友的评论：将增加约100亿欧元对中国的肉类出口，并将合作制造卫星来监测亚马逊。因此，解决亚马逊森林的疯狂砍伐的办法是更多的砍伐？脑子没进水吧？下一位，拜登的美国正在走向衰落，仅仅是大，并不能使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下一位，与我们的那些自我憎恨绿党邪教分子不同，巴西人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使得结果大不相同。下一位，在上海新成立的金砖4国开发银行的长期目标，必须是将作为全球贸易储备货币的美元的主导地位逼退回北美和欧盟，摆脱 SWIFT 系统，从而摆脱金融流的控制。中国货币元？德国知识点评：从头像看，这位网友的政治倾向应该是共产党人。下一位，所以呢，卢拉这位知名的左翼英雄的做法和博索纳罗完全一样。没有人能够猜到，有些国家对乌克兰就像对伊拉克一样不感兴趣。下一位，但你们当初如此庆祝卢拉当选，现在你们的英雄要叛变了。下一位，你们仔细看看，与新伙伴热烈握手，再看看今天贝尔伯克的讲话，没有握手，在德国外交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把声誉毁坏到多低？我们坚持着正在沉沦的旧世界的形象。如果我们不小心，将与之一起沉沦。下一位，人家卢拉可没有那么愚蠢，来伤害他的国家，不像那些在美国屁股上越舔越深的白痴。下一位，
多边主义是通向和平、气候保护和自然保护的途径。下一位，10亿消费者可以产生这么多工作位置，这并不难理解。下一位，他不像我们一样要做一个双重标准的世界冠军。下一位，他心里装着他的国家，想让他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不像在德国，政客们不关心他们的选民怎么想。我的孩子将是在德国生活得好的最后一代人，但不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下一位，德国会越来越孤独，美国人是特别有趣的打引号的朋友。下一位，大家都往中国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下一位，德国媒体和政治就是一坨翔，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你们这些无中生有、虚伪的报道。下一位，德国不需要贸易伙伴，我们只需要我们的恶魔绿党。下一位，金砖国家才是未来。下一位，巴西左派说魔鬼都比博索纳罗更好，现在他们得到了他。下一位，脱离美元。下一位，大家看到了吧？卢拉可是我们的最爱呀。这位网友贴出德国《世界报》耸人听闻的报道，大意是巴西拿着德国给的钱与中国人进行交易。下一位，金砖国家将变得很强大。下一位，再见欧盟，或者也可以翻译成欧盟一路走好。下一位，特别是欢迎他的方式与贝尔伯克大不相同，几乎没有人关注他。你们为什么不报道这件事？你们觉得很尴尬吗？下一位，卢拉以未来的赢家为导向，为他的人民谋福利，不会像贝尔伯克现在在中国的咄咄逼人的行为那样，让西方国家感到难堪。下一位，西方将对金砖国家感到惊奇，但一切都太晚了。西方的傲慢、双重标准和殖民主义将在未来付出沉重的代价。德国企业比那些愚蠢的政治失败者更聪明，并继续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好的，朋友们，我们以这位网友的发言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与网友们你们一样，我一直都说企业家比政客聪明，他们知道机会在哪里，而西方吃政治饭的人只知道意识形态以及当某国的看门狗。北溪管道被炸了，屁都不敢放一个，但对中国的事情却指手画脚，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教师爷的模样，令人作呕。对金砖国家、对新开发银行以及对去美元化充满期待，必须打破西方的旧有秩序，这个世界才会更好。你们说呢？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国务委员秦刚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卢拉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参议长、外交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等。外交部长。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卢拉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卢拉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